在道教之中，仙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是修道人的终极目标。然而羽化飞升并非终点，神仙也是有区别和等级的。你以为修炼成仙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不，神仙也是有等级之分的。有的神仙活得比凡人还累。神仙可大致分为2类，天生地养生下来就是神灵的先天神，和修炼白日飞升的人修仙。而神仙的等级和区别就体现在人修仙之中。葛洪的《抱朴子论仙》里初步列出，仙是有天仙、地仙、师姐仙之分的，而中吕传道集中则是进一步将仙的等级和区别细化，从高至低分为天神、地人、鬼。鬼仙虽然是为仙，但其实还是鬼，是修炼的最差的选择。中吕传道记中说，鬼仙可以说是5仙之中最差的一级，从阴气中超脱无名无姓，虽然不用再历经轮回，但又难返回。蓬瀛仙山这种仙人居住的地方，最终难免因为无处可归，还是会返回去投胎，再次经历混沌而已。从修炼角度上看，鬼仙为修炼之最，下乘下比，神仙只能保持不死之身，最差的还要进入生死轮回，靠脱离旧皮囊才能重生。中吕传道集里记载，人仙只不过是5种仙人里的倒数第2而已。修行的人在不明白大道理时，只是懵懂地从中大道中找到一个方法，从而终生用这样的方法勤修苦练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5行之气与人体的气息相互作用与交汇，身体因此很少生病，能够安定的生活，这样就叫做人仙。羞耻的人在刚开始听闻大道的时候，往往罪孽深重，但福运浅薄，因为种种磨难而改变初衷，最终停留在小有所成的境界而已。虽然说有收获，可也无法改换自身，同样无法改变四季。由此可见，人仙者与其说是仙，不如说是修炼有成而误入歧途的修士。虽然通过修炼有所小成，拥有仙的部分能力，但是终究没有脱离人的本质。地仙是天地的一半，勉勉强强算得上有了一些神仙的才能。地仙们不明白，大道只停留在小有所成的方法而已，并不能看出什么功效，只是可以长生，不会死在人间而已。地仙们的修习效仿了天地日月升降的道理。中吕传道集中对他们的修习之法是这样记载的：先要是龙虎，次要配坎比，变水源清浊，分气后早晚收针，一察二仪，列3才分4象，别5运定6气，据7宝序8卦，行9周5行颠倒，气传于母，而夜行夫妇也。3天反复，烧成丹药，用镇压下田炼行注释而得长生不死。可见地仙相当于修仙路途中的中途，虽然还没有感悟到大道，但是已经长生久世，拥有寄生到神仙级别的资质。同时他又和神仙天仙有所区别，最大的区别就是居住在人间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把地仙视作居住在人间的仙人，是神仙的过渡阶段。神仙是由厌倦人间的地仙勤奋修炼，达到3阳俱鼎的境界，水到渠成而修炼而成的。如果非要用什么词来形容神仙，那就是超凡入圣。当然，神仙作为高级仙人，自然不会再居住在人间，而是前往传说中的3座神山修行。天仙作为仙人体系中最高的等级，也是由地仙修炼而来。与神仙不同的是，寄生天仙不但有修为的要求，而且要向人间传道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为社会做贡献。当然，作为天仙好处也是极多，不但可以做官，享受正规编制，而且还分配更好的修炼环境。天仙可以自由的飞升，地仙只能在名山海外遨游，而最差的世界仙只能死后弃身成仙。天仙居住在高高的天界，统领天下，担任天官的职务，管辖其他神仙；而地仙则居住在昆仑山，掌管着凡间。而世界仙只能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在人世间，因成仙时间先后的不同，神仙的地位也有尊卑之别。成仙时间早的地位尊贵，成仙时间晚的地位卑微。地位卑微的新神必须侍奉地位较高的尊神，这3种等级最终确定，形成了最终等级森严的神仙官位谱系。地仙加以修炼是可以上升为飞仙的。还说那位女丸，
他在人间修炼30多年，后来神仙看不过去了，你该白日飞升了。女娲这才依依不舍的白日飞升。天仙作为上层神仙就自由多了，可以选择在天上，也可以选择在地下。神仙传中的张道陵在蜀山炼成仙丹，却不肯服用，说吃了之后我就要冲天飞升了，没办法为国家效力了。他先为国家兴利除害，然后才白日飞升。道家也有济世之心啊。神仙传里的马明生、伯和、殷长生则是炼成仙丹之后只服一半，就为留在人间，过了几百年厌烦人间了，这才喝下那半剂，看来这要保质期挺长。修仙过程也是可逆的，天仙如果犯错误，也就贬谪凡间，成为地仙。例如玄狐济世那位胡公原来就是天上的公务员，因为工作不努力被贬谪凡间。鲍仆子说有个修仙失败的菜蛋，他骗人的谎言就是我在天上为太上老君牧龙，结果龙丢了，我就被贬为地仙了。后来大诗人李白自称谪仙人，也是这道理呀。天仙犯错就成了地仙，那么地仙犯错就成了师姐仙。仙传11上说孙思邈治病救人本该是天仙的，因为在医书用动物做药，害了不少生命，所以就被贬为师姐仙了。师姐仙犯错，大概只能被除名了。但是师姐仙也可以逆袭，那就是太阴炼形之术。这个葛洪没有提，别的故事书上提到了。仙传11上有个叫申元之的有道之人介绍了这种法术，人死之后放到大棺材里，保持通风，口中衔一口真玉，这样100年之后就成为地仙，再过100年就成为天仙了。唐朝的传奇有篇张云荣吸收了申元之的这个故事，但是对太阴炼形多了一个要求，要和男子交配。房中术成了炼形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天仙、地仙和师姐仙存在着相互鄙视的关系，这个鄙视分为3层，第一层是在同类之间，例如同为天仙，白日飞升也有不同。神仙传里的刘刚和妻子樊夫人，两人按说都是修道者，都白日飞升，却互相较劲。刘刚点火烧房子，樊夫人就能下雨把火浇灭。院子里2棵桃树，夫妻俩各选一棵施咒语相斗，结果刘刚那棵被打出墙外。刘刚一口唾液吐到盘子里变成鲫鱼，樊夫人一口吐出来个水獭，把鱼吃掉。后来飞升的时候，樊夫人坐到床上就飞升了，刘刚要爬到皂荚树上才飞起来。看来即便到了天庭，刘刚也要被妻子一辈子看不起了。2层鄙视链是自上而下的，天仙鄙视地仙，地仙鄙视师姐仙。例如太真夫人嘲笑安七生君何为杳杳久为地仙乎？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是个地仙吗？这语气就像领导批评下属，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是副职吗？说的人优越感溢于言表，听的人汗流浃背，是不是这次我还是没机会呀？天仙和地仙可以都看不起师姐仙。神仙传上王远说蔡京气少肉多，不得上去，当为师姐，如从狗斗中过耳。把师姐成仙说成是从狗洞里爬进去的，这也太侮辱人了。汉武内传上西王母也得意地说，师姐下方无不甚惜。在西王母这样的大神眼里，根本就看不上师姐这种法子。3层次的鄙视是自下而上的，例如彭祖精通房中术，就想安静地做地仙，甚至他都不承认自己是仙，偷换概念说自己只是得道而已。在他眼里，那些仙人就如同黄雀入海成蛤一样，都变异了。另外，白石先生也不想飞升，他说天上都是领导，上去之后点头哈腰，还不如在人间快乐。但是这些都是地仙，师姐仙作为最低端的仙，没有什么可以鄙视的，只好默默通过太阴炼形提升自己。不过师姐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，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。殷长生在神仙传里说，汉朝以来成仙者连我在内46人，有20个师姐成仙的，数量占到将近50%，而且师姐仙的操作性很强，后世修仙者大部分都采用这个办法，
这里面又可以细分为好几种，这个葛洪没提，不过我们可以从后来许多修仙故事里总结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